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转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狼王 YouTube 视频的广告哦。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最重要的狼王下周大盘行情推演的节目。那今天这个节目，首先我会跟大家讲一讲，我认为接下来美股尤其是标普的目标位是多少，然后到了目标位以后，大盘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继续的动作，好吧，我是怎么看的。那我们首先今天先说一下标普指数，标普指数是吧，在上周很凌厉的是吧，第一周第一天出现了一个回撤，也是在我上周的推演行情里面，我也一直给大家说是吧，这一次标普指数在下周初，也就是本周初，大概率的有一个继续回撤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它的深度是不会深的，好吧？大家可以看到，在周一打到了平行打到了这个支撑位4230的以后，是吧？立马的企稳，连收4天阳棒，破了新高。下周我认为标普指数仍然有继续上攻的空间，好吧？而且这个目标位呢，先应该在4460到4500之间，好吧？就是说，我认为标普指数可能还有1%到1.5%的一个涨幅。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首先是吧，它现在是在平行通道接近上沿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并没有是吧打到平行通道的压力位，所以说它大概率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看反向做空标普指数，对不对？3倍做空标普 SPXU， 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日线级别，它是出现了一个海底捞月的信号的，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一般在日线级别 SPXU 出现一个海底捞月的信号，并且这个级别的强度不是很强的话，它就代表着 SPXU 仍然有继续下跌的空间，好吧？那如果说我们对应着标普指数大概在4460到4500之间的一个压力位的话，对应 SPXU 的压力位可能也会在就是16块钱左右，好吧，16块钱左右，也就是下周初我大概认为大盘至少还能继续的再涨4个交易日，好吧，但是一旦打到了16块钱左右的一个区间，我认为大盘有可能会出现一波比之前还要大的一个调整，因为之前整个大盘的调整其实只有3%，对不对？你从4380调整到4230，其实一共只有150个点到160个点的调整，调整的幅度不超过4%。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次大盘继续涨到了，就是 SPXU 跌到了16块左右的一个位置，大盘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5%到8%的调整。为什么我会这么悲观呢？好吧，那我们再从 UVXY 这里来给大家解答一下狼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那对于 UVXY 的话，大家首先可以看到，上周 UVXY 是非常的强势的，对不对？因为在周五的时候，标普指数涨了1%，但是 UVXY 只跌了0.55%。我在我周五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强调了，一般上标普指数和 UVXY 的负相关性大概在-7，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标普指数涨1%，UVXY 要跌7%，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UVXY 在上周五一共只跌了0.55%。对不对？而且就是说标普指数一直破新高， UVXY 却没有破新低，而且是连续的在周四周五收了2根阳线，虽然是下跌的，但是收了2根阳线。那是不是代表着现在这个点位就可以去买入 UVXY 了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点位仍然不能买入 UVXY，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点位28块6毛8，离26块基本上还有将近10%的一个跌幅，好不好？如果说 UVXY 真的会在26块钱左右
24到26块钱的这个区间企稳 ，UVXY 仍然还要下跌，起码7%以上。也就是它起码要到达26块6到25块钱的这个区间以内，因为它现在离这个256块钱的区间实在是有点远，起码有7%到10%，所以说不要在这个点位去抄底 UVXY， 而且下周我说了，大盘仍然有3到4个交易日的上涨的一个时间，是吧？一旦大盘下周周一、周二继续出现一个横盘或者小幅上涨的一个过程的话 ，UVXY 很有可能会在下周一、周二出现一个迅速的下跌，回撤到这个真正它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就是26块钱附近，好吧？所以说28块6毛8现在这个点位是非常不适合大家去，即使去想做空，也不要在这个点位去做多 UVXY。那即使说，如果说 UVXY 回到了26块钱这个区间，我觉得大家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吧？如果说 UVXY 回到了26块钱这个区间，大盘又达到了4460到这个4500之间的一个压力位，那你可以看到大盘到了压力位 ，UVXY 又回到了26块钱的这个区间，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UVXY 的这2次的反弹的幅度是一次比一次高的，对不对？第一次的话是从26块钱反弹到了32块2毛4 ，UVXY 有个25%的反弹。第二次的反弹呢是 UVXY 从26块5是吧反弹到了38块7毛4，是一个接近于50%个点的反弹。那如果说 UVXY 再次的跌到26块钱左右的一个区间，它再次出现了反弹，我就怕 UVXY 这一次的反弹幅度甚至会高于之前的这个50%，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如果说 UVXY 跌到26块钱附近，大盘又在一个压力位的地方，那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好吧？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有布局 UVXY 甚至做空大盘的一个机会。有这个可能性，好吧？但是即使有这个可能性，我还是不建议新手朋友去做空。好嘞，那简单点说，就是通过 UVXY 和标普指数的一个分析，我认为大盘下周仍然在周初，尤其是的4个交易日左右的时间里，仍然有一个继续向上涨的空间。但是，一旦涨到了狼王说的目标位，然后 UVXY 又跌到了狼王说的那个目标位以后，大盘可能会非常的危险。说完了 UVXY 和标普指数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道琼斯指数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上周五也是非常强势的，突破了一个之前的前高，对吧？35091左右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按照平行通道来看的话，是吧？如果说我们认为标普指数还有接下来4个交易日的上涨空间，那也就是说道琼斯很有可能也有4个交易日到5个交易日的上涨空间，因为标普指数代表了整个大盘的一个情绪，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以此类推，是吧？道琼斯指数接下来的压力位，是吧？如果用4个交易日和平行通道来看的话，大概率是在35680点，也就是大概357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是道琼斯指数接下来很有可能的一个压力位。那我们从3倍做空道指的 ETF SDO 上面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跟标普指数一样，出现了一根海底捞月的信号。一般出现一根这种级别比较低的海底捞月的信号以后，代表着道琼斯指数仍然会有下跌的空间，好吧？仍然会有下跌的空间。那对应的 SDO 的支撑其实也是在大概29块7毛左右的一个地方，好吧？就是说 SDO 暂时不要去抄底，它真正的支撑位很有可能会在29块7毛左右的一个地方。下周周初的策略依然是做多，好吧？周初的策略依然是做多，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开仓的朋友，你可以耐心的等待到压力位去进行一个做空的操作，因为它其实离真正的一个压力位也非常的近了，好吧？就是说我说了，标普指数大概4460，道琼斯大概35700，其实也就1%、2%的一个点的距离了，是吧？也就是说做多的肉其实也不太多。如果说你真的像狼王一样，你可以耐心的等待机会到压力位去做空，好吧？这是道琼斯指数对，
既然说到了这个 S 豆3倍做空，其实我刚才有一点忘说了，就是标普指数3倍做空在周线级别，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是跌破了一个支撑的。怎么画了这个趋势线呢？是根据这个2017年2月27号的这个低点316.897的低点，好吧，然后还有这个2021年5月03号的这个低点，对吧？19块3毛4，根据这两点连出了一个标普指数 SPXU 是吧？周线级别的下跌趋势线。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它是跌破了这个周线级别的支撑16.835的一个动作的。那基本上跌破了一个非常强的趋势线以后，好吧，根据狼王的一个就是经验，就是说跌破以后大概率的都会出现一个回踩的动作，但是不代表说下周初就会立马的进行回踩。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周初，如果说用这个周线级别的线来做这个趋势线的话，可以看到下周的 SPXU 的支撑大概也是在16块5到16块2之间，对吧？所以说下周初的话，标普指数有可能会继续的上涨，但是它周线级别的这个3倍做空 SPXU， 因为跌破以后大概率的是会有反弹的。好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下周初虽然说大盘仍然有上涨的空间，但是即使说它有上涨的空间，达到了它的那个压力位，也就是标普指数的，也就是3倍做空标普指数的支撑16块5到16块2的一个区间的话，大盘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因为SPXU 3倍做空标普有一个反弹的要求，好吧，它在技术上来说，它只要跌破了这个周线级别的支撑，它大概率的会有一个反弹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说在下周末是吧？下周末也就是4个交易日到5个交易日以后，如果真的是 UVXY 也达到了支撑，标普指数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好吧，这是标普指数，然后我刚才把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对吧？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代表道琼斯指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个股，就是波音，对吧？波音的话，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我觉得204.8块并不是波音的一个低点。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一直说波音很有可能会有一波5浪的下跌，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波音从278跌到了现在最低点，跌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对吧？跌到204块钱，然后进行反弹，是吧？一共只经历了91个交易日，对不对？一共只经历了91个交易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基本上代表着波音的2波下跌。但是如果说我们看之前波音正式企稳之前，对吧？从这个234跌到了这个141的区间，一共用了102个交易日，对不对？这也就代表着波音其实它并没有调整到位。如果说我们根据空间是对称的这么一个技术性的分析，是吧？时间空间对称的技术性分析波音现在一共只经历了92个交易日，它很有可能还有最后的一波5浪的下跌，对吧？就比如说这一次的时候，是吧？之前的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这算不算是5浪下跌？1浪、2浪、3浪、4浪、5浪，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之前的波音的一波5浪下跌以后，然后才出现一个就是真正的企稳的动作，而且一共是经历了102个交易日。但是现在波音一共只经历了是不是大概是91个交易日，而且它现在是在4浪的一个反弹的过程中，所以狼王我个人的观点是波音在接下来会跟着大盘进行最后一波下跌，好吧？大概的区间，我觉得大概的区间可能会在195块钱到186块钱之间，才是真正布局波音的一个好的价位，好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道琼斯指数如果说到了狼王说的这个35700点的压力位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合理的一个回撤，而且这个回撤的幅度很有可能会多于之前2-3周以内道琼斯的这个回撤幅度，是吧？之前大概标普指数也就是3%到4%，道琼斯的话大概是3%到5%。那如果说最后的一波下跌，我有可能会达到5%到8%的一个回撤。
整个大盘。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下周初你持有这些股票的朋友，科技股，不管是科技股还是传统股的朋友，你可以继续的持有。但是如果到下周末大盘仍然在继续的涨的话，我建议大家在压力位是吧，你带一个移动止盈，好吧？那我狼王个人的话，我甚至会在压力位去布局 UVXY， 甚至进行一个做空的动作，好吧？但是不是在下周初，是当我所有的指数都已经达到一个压力位，并且 UVXY 达到支撑位的时候，那个时候狼王会动手去做空的，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下周初大盘仍然有上涨的机会，但是到下周的周末是吧？是下周的下半周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做空的机会。好吧，这是波音。说完了波音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科技指数。科技的指数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QQQ 也是非常的强势，对不对？强势的话，那继续的持有。那压力位会在哪里呢？压力位的话，我觉得，好吧 ，QQQ 它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你要真说压力位的话，我觉得那我们也按4个交易日来看，好吧？先看这个372块钱左右，好吧，是 QQQ 的一个压力位。那下周初的话，我认为确实大盘现在涨得比较急，那很多人想现在杀进去做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下周初杀进去做空很有可能会死得非常惨，好吧，不要下周初就杀进去做空，因为 QQQ 不论是 QQQ 标普指数还有道琼斯指数都有一个继续上涨的空间，好吧 ，QQQ 的目标位先看到372.5块5。但是，一旦我告诉你哈，就是说，一旦 QQQ 涨到了372.5块5，对应着这个 SQQQ 的价位估计是这个7.8块左右的一个地方，搞不好科技板块就会出现一个中期调整，好吧？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个人的观点是，虽然说 QQQ 下周初很有可能，而且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会继续的上涨，但是一旦涨到了这个7.8块左右的一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10%以上的回撤，有可能哈，我认为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说到时候是吧，到下个星期标普指数还有 QQQ 都达到压力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严格的带好移动止盈，好吧？不要让你手里这些之前已经赚了很多的股票变成亏损，因为那个时候狼王是会再次的进场做空的，好吧？这是 QQQ 和 SQQQ， 那接下来的下一周初仍然还有上涨的空间，但是达到了狼王跟你讲的压力位，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说完 QQQ 以后，最后再说一下罗素是吧？再说一下罗素和这个就是罗素了，4大指数都说完了。罗素的话，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回踩平行通道支撑线的一个动作，是吧？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周初的时候，209块钱附近，是吧？狼王带着大家已经抄底了 TNA， 之前大概已经有一个12%左右的一个涨幅了。涨幅以后，现在狼王虽然说我个人已经离场了，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是吧？在周4、周5，罗素又继续的出现了回撤。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说，如果说在上周4、周5，罗素已经出现了回踩支撑线的动作了，那下周初很有可能它会继续的恢复涨势，继续的向上，因为毕竟整个大盘在下周初仍然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而罗素作为前期超跌的品种，我认为它反弹的幅度仍然会有。第一个目标位呢，罗素的第一个目标位，我觉得狼王先看到200，可能可以看高一点，好吧，看到225吧，就是罗素对于下周的第一个目标位，我觉得应该可以先看到225，好吧，大概是这个地方。持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但也是要大家要谨防，好吧，罗素达到225以后，跟3大指数出现了一个共振，继续向下的一个动作，好吧，所以说这一波罗素我们仍然把它当做反弹来对待，好吧，一旦如果说真的达到了这个223.5到225的一个区间，我建议大家持有的朋友选择一个主动止盈，好吧，当然这种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也可以选择移动止盈，好吧？但是我跟你讲的就是说，狼王如果说在下周4大指数都达到了一个压力的共振位，然后 UVXY 又达到支撑位的时候，我是会主动进场去做空的，好吧？这是罗素指数。
罗素说完以后呢，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黄金和比特币。那黄金的话，其实我的观点一直就不变，对吧？仍然是说，只要它不跌破1784，好吧，不跌破1784，因为我觉得1791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那我给6个点的一个容错率以及止损位，好吧，只要不跌破1784，我觉得仍然看涨黄金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1791附近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位，最近它基本上每天都是在1791附近进行一个20个点的刷，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就选择在1791附近做多，以及在1810附近做空，是吧？其实最近刷黄金是刷的比较舒服的，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对吧？刷黄金的期货。好嘞，那简单点说就是黄金继续看多，只要不跌破1784的话，就继续的看多，跌破1784止损黄金。说完黄金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比特币 GBTC， 因为富途现在没有比特币期货了，那我们简单点看一下，就是说比特币的话，下周是吧？上周反弹的不错，下周注意一下第一个压力位，好吧？第一个压力位 GBTC 的第一个压力位的话，会在这个28块5毛附近，是 GBTC 的第一个压力位那到压力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移动止盈，好吧，不要让你的盈利变成亏损。如果说下周跌破了25块8毛，我建议大家先止损离场，好吧，止盈离场。跌破了25块8，没跌破25块8的话，继续的持有。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原油，那原油的话，上周反弹依然是比较犀利，对吧？下周注意一下它的压力位，好吧？注意一下原油的压力位，持有的朋友继续持有，注意一下这个74块4毛1左右的一个压力位，防止它做一个双头然后下跌，对吧？什么是双头呢？我给大家画一下，这就叫双头，好吧？这就是双头。注意一下它的压力位，大概74块5左右的一个地方，持有的朋友继续持有，止损位的话就设在70块6毛，好吧，不跌破70块6毛，继续的持有 CL Main， 然后它的第一个压力位在74块5。好嘞，那最后再给狼王的下周推演做一个总结，就是下周初我仍然看涨大盘，标普指数起码看到4460到4500之间。那但是一旦标普指数到了狼王所说的这个目标位，对不对？4460到4500之间以后，如果说 UVXY 又一次的回到了26块钱左右的一个支撑区间，我认为整个大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比之前都要大的调整，大概是调整的范围呢，大概是在5%到8%之间。好吧，也就是说标普指数很有可能会跌到4160左右的一个区间。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根据对道琼斯指数以及对 UVXY 的一个支撑来判断，对吧？以及对于波音的一个5浪下跌的判断，我觉得大盘最后应该还有最后的一波调整。调整之后，传统板块的股票，尤其是波音，是吧？还有邮轮，还有酒店，还有航空，很有可能会有一波机会。那当然这是之后的事情，我们先还是等着四大指数是吧涨到我说的这个目标位。那简单点说就是下周初继续看涨，但是到下周末的话，如果所有指数涨到了压力位，很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像样的调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下周的周四周五左右的时间是吧，以及下周末或者下周初的一个时间段，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风险，好吧？下周初的话，可以你持有多头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但到下周末以及下周初的时间，大盘很有可能会有风险。好嘞，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早盘快播再见。